欢迎来到凯蒂斯的象棋占卜。现在是新鲜人在找工作的热门时期，对不对？不知道你们是不是也正在找自己很心仪的工作呢？希望可以获得青睐能够录取这个工作。那看到这个情形凯蒂斯就来帮大家测测看，会不会找到工作。那不论你找不找得到工作，凯蒂斯都希望最后的结果是最好的哦。好，让我们来开始今天的占卜。我会不会找到工作？那在进行这个占卜之前我希望大家静下心来，默想一下，我会不会找到工作？以下呢有3副棋子 A、B、C， 在你很好的思考3次，我会不会找到工作？我会不会找到工作？我会不会找到工作之后，眼睛打开，看一下您将选择哪一副棋子呢？哇，这个问题应该让你们很焦虑吧？不要担心，凯蒂斯就是希望透过占卜可以让你们了解可能会面临的状况那我们既然都已经知道可能会有的状况，我们是不是就稍加改变一下？那预祝你成功咯！我们来翻棋谱解释咯。首先是 A 卦，看到这个卦象其实我们可以看得出来，这是一个有机会的情形，但是你要很努力很努力就会有机会成功。你要非常坚持，这个成功的机会是有的。但是我也看得到你有很多外在的因素干扰，会让你开始怀疑我是不是真的要去做这件事情，我是不是要真的去面试，我是不是要去应聘这个工作。那因为你这样的怀疑很多时候可能会让你错过了这个良机，这个可能性会让你获得工作的机会。我们来看看有哪一些因素可能会干扰你，然后你该怎么应对呢？首先有可能是你想要的工作目前可能没有释放出合适的职位。这时候我会建议你可以扩展一下求职的范围，或者是提升一下自己的一些能力，增加一些竞争力。比如说，如果你在台北市找工作，但是没有机会，好，那可以到新北市说不定就可以找到一个好的职位。总而言之，这个卦象就是说，你可能后来的结果，在你很努力、很努力的状态下，你可能会获得工作，可是不是你期待的样子。好，所以除了工作的地点之外，有可能也是工作的内容跟期望跟你是想象中的不一样。你可能会发现工作老板的要求内容跟你想象中差很多。那这时候你可能需要重新评估一下这个工作的价值，决定是否试一试，或者是继续寻找更适合的职位。比如说呢，这个工作你可能发现你想当老师，但这申请的职位主要是找行政的，你可能要帮忙很多行政工作，这个就会让你想要打退堂鼓，你就会觉得这个工作真的不太适合，你是不是要再找别的？或者呢，因为你可能有这个工作的机会，可是呢，因为另外一半可能说，那你回去啦，你回到你的家乡或者你工作比较喜欢的城市工作之后，你跟你的另外一半的工作的距离太远，或者是你可能调到了心仪的地方，或者你面试的一个很好的机会，跟你的家里的距离实在太遥远，这都会影响到你决定是不是去应聘，或者是不是去接受这个工作。
而且呢，从这个卦象里面可以看到很多的干扰，有可能是一些人啊，比如说可能朋友说啊，你不要去那里呀，那里的环境不好啊，或者是可能家人觉得说啊，你那么远，我们就没办法照顾到你，会有一些干扰，有可能是小人啊，也可能是像这样子，就是一些你比较关系好的，因为对你的一些保护，或者是希望你可以陪着他，所以让你没有办法很积极的去应聘这个工作或接受这个工作，所以你可能就会放弃这个机会。那我觉得啊，就是很多工作其实还是最终还是看在你到底想要的是什么。所以这个工作其实是有机会的，你可以获得这个工作，但是不是可以掌握这个机会呢？关键就是你有没有很努力、很坚持，一定要这个工作，是不是会受到外界的干扰而放弃？那如果你觉得，跟家人啊，或者是跟你的另外一半可以，距离近一点会比较好。那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可能性嘛，好，所以就接受面对这样的状态。那我们再来看 B 的情形，选择 B 的这个卦象啊的朋友们，我觉得你机会非常非常的大哦，你应该可以被录用。但是我觉得啊，你可能要调整一下心态。这个卦象看起来就是你有很大的机会可以获得面试委员的青睐，可以获得这个工作。但是你需要调整自己在面试的一种心态，避免过于自我中心，就是我其实能力还蛮好的，所以你就会忽略了面试官或招聘方的要求。我觉得你要怎么样去调整心态，才能抓住这个机会呢？首先，你一定要降低你的姿态，接受批评。在面试的过程中啊，谦虚的态度也很重要。所以你展现你自己很自信很有能力的那一面是好的。可是呢，如果你的态度是很坚持的，然后也没办法接受别人的说法，那这时候就可能会让你录取的机会就大大降低了。所以接受一些批评啊，展现出愿意改进的态度，或愿意接受更多的工作的机会，这样面试官才会看到你的诚意跟潜力。好，比如说可能面试官就会指出说你在团队合作的经验不够啊，那这时候你就要虚心接受我愿意学习跟改进，而且你要事先了解工作的需求，要准备充分。在应聘前啊，你应该要好好的研究这个工作的具体需求跟要求是什么。你要准备具体的案例来展现自己的能力，让面试官看到你对这个工作很重视，准备非常的充分。又比如说呢，你可能是应聘那个市场营销的工作，那这时候你可能要做大量的市场调查，准备详细的营销计划，好展现你过去的经验或者是你的专业知识。除此之外，我也看到有可能是他想要给你额外的工作内容，跟你想象中的是不一样。可是呢，有时候为了获得一个理想的工作你可能需要接受一些额外的工作内容，所以你那个弹性度要够好，然后也适时的展现出你愿意接受不一样的挑战，灵活跟多才多艺。有时候啊，像可能是一个教职的工作，我们可能要调到另外一个学校，那这时候你可能要额外负责一些管教学生啊，或者是在教务处的一些工作啊，或者是注册的一些工作，或者是其他的工作，那可能就额外的，那这个可能会让你会需要付出很多。那这时候为了这个工作，我也希望你可以考虑一下，是不是就愿意接受面试官的一些对工作的一些要求。所以呢，好好的倾听面试委员、面试官的一个问法，或者他想要你回答的东西，或者他想要看到的事情，好积极讨论，不是只是一昧的一直说自己的观点你要了解他们的背后，他们希望看到什么样的人适合他的这个职场，可以聘用你。
所以呢，这个卦象啊，提醒你的一件事情，就是说，你如果想要好好的可以或者这份工作，你要调整心态啊，学习谦虚跟灵活，然后要展现出你其实是可以调整的、有弹性的，而且很愿意跟大家一起合作。那你这样的成功机会就更大了，而且一定可以有这份工作的。那我们接下来看到选择 C 的朋友的状态。好，选择 C 朋友，那我们来看一下样子，就是好，选择 C 的朋友，我们来看一下目前的状态。哇，感觉呀，你在这个工作上面有很想要突破，很想要有一些发展，好，然后呢，你其实内心上面是呃很想要跟目前的状态是不一样的哦，你一直想要突破目前你的工作样态，所以你才会去积极的去面试这个工作，然后也想要获得这个工作机会。可是我可以看得到出来，就是您对于获得这个工作机会是不大的。好，那可能的原因就是你内心其实还没有准备好，你很想要，但是你内心没有准备好，或外在的环境也还没有准备好。你有呃，你感到一些，你缺乏有一点热情，或者是一些决心。在这个过程中啊，我会看到就是说，你要好好的去显示一下，提升自己的竞争力。比如说你在求职这个过程，你应该要展现你的热情，然后找到一个你最想要从事的个工作，然后愿意投出很多的努力跟时间。然后呢，因为你太想要突破了，有时候你的选择就会不是正确的方向。那这时候呢，其实就不要过于冲动哦，没有计划，然后冷静下来，然后好好的想一下我该怎么样去求职。比如说，虽然你可能面试后来可能没有如你的愿望的，那我觉得你可能就要好好去思考一下，是不是我对这个工作有过度的期望，或者是我是不是准备度还不够？我可能要再去多了解公司的背景啊，多准备一下面试的问题跟答案。那从这个过程中啊，有时候你可能在面试的时候会展现出太冲的状态，你可能就是回答的时候会让这个公司感觉好像过于要求，或者是你过于期待，可是没有考虑到现实面。或许他可能会问你一些说，如果你遇到某一些问题的时候，你可以怎么处理？你展现出来的就是说，你觉得不管任何问题我都可以解决。好，或者是我可以怎么做。可是其实对于公司而言，他没有看到你这么积极热情的那一面，他看到的是你没有考虑到现实跟整体的状态，你就贸然的去行动，所以他们会感觉到，如果我录用到你，可能会有一些压力，可能会有太过冲动的情形，没有仔细好好思考整个去进行的方向。也或许你可能对这个公司有太多的期待，反而那个过度的期待让你的公司觉得说，哇，天哪，你跟我们想象中的不一样，然后你对我们公司的要求跟我们目前公司的状态是差太多，所以他可能就很难录取你。然后呢，再来我觉得你有太多时候可能会因为外在的事情改变。或者是可能别人说了一些其实这工作对你而言好像也不那么适合啊，或者是他可能会说你现在就是一个妈妈，你不要找那么累的工作啊，你应该找一个比较可以准时回家的，然后可以轻松一点的。好，可能有这么多人可能会跟你讲很多很多他们认为的想法，虽然你也有自己的坚持，可是你很容易就被影响，你就会觉得也许我没有考虑那么周到，理想是丰腴的，但现实是骨感的。我其实并没有办法真的做到这样的状态。
我可能想太多了，所以这时候呢，你就开始打退堂鼓，你就想，那我可能不要有这个工作好了。好，即使工作可能有机会，你也会因为这样而放弃。所以这时候好好的去想一下，你到底要的是什么？是不是要接受这样的一个挑战？当你如果做出了决定啊，我就会希望你就好好的去接受，不管外在讲什么，不管外面的状态怎么样，或者是事情呈现的样貌是怎么样，你都要积极努力的去执行跟坚持。所以这个卦象其实告诉你说，成功的关键在于你是不是可以好好思考一下你到底要的是什么，你是不是可以坚持，你也可以好好的思考自己哪个地方可能需要加强，要制定详细的计划，也要必须要去了解这个公司的人，是同事们或者是主管们，他们可能真实的样貌可能会遇到的状态是什么，你要比较用现实的状态去适应跟工作，不要造成彼此之间的压力。好，然后逐步的提升你自己的能力，然后坚持努力往前走。好，如果你确定就是要这个工作，那你就会获得。所以这3个占卜啊，我们会不会找到工作这个问题，其实刚好就是不一样的状态啊，不一样的情形跟挑战。我希望你不论面临到哪一种状态，你要去了解，我们一定都要保持坚持跟努力，然后调整心态，不断的自我去思考，还有提升。只要你能够正确的应对这些挑战啊，最终一定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理想工作。讲到这里啦，我觉得这3个卦象其实还蛮特别的，刚刚好就是3个不同的样貌，那希望对你们是有帮助的。最后凯蒂斯啊，祝福大家都可以找到自己的工作。不过呢，请大家一定要订阅跟按赞哦，留言什么呢？接好运，相信你就会找到好工作，那么你心想的事情就会显化成功哦。记得留言接好运，找到好工作。凯蒂斯祝福你们。还有呢，如果你们希望下一期可以是什么样的话题哦，也要告诉凯蒂斯你们想要什么样的内容，或者什么样的占卜题目哦。凯蒂斯将会尽力的满足你们。下次见，接好运，拜拜。不管是占卜问世、前世今生，或一生只能占卜一次的大命盘，都欢迎利用我们的预约系统跟老师预约1对1的占卜包厢。